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 Rhino。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9月8号周四晚上的7点45分。今天的市场是继续小幅反弹。首先呢，今天和大家带来一下关于一些基本面以及经济数据的分析。另外呢，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我会觉得在未来的2个交易日市场或许还不错其中有7点理由。好，咱们首先看今天鲍威尔发表的讲话。鲍威尔今天的讲话呢，是在9月的议息会议之前最后一次的公开发言。因为9月20号到21号，美联储会进行货币政策的会议，所以从本周五开始，联储官员进入静默期，不能够再开口讲话了。其实鲍威尔说了什么呢？也没有说什么太过于新鲜的东西，他几乎是重复了在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上的发言。核心总结起来就是不要过早的放松政策，锚定 2% 的通胀目标，保持独立性，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降通胀优先。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只要通胀数据不乐观，我们还要加息，通胀不死是加息不止所以呢，鲍威尔讲话之后，整个在9月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有所提升。目前这个概率是 86%， 而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是下降到了 14%。 那么反过来说，这个欧洲央行这边它就没有美国这么激进因为欧洲现在正面临着能源危机衰退的风险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得2条腿走路。尽管今天欧洲央行是宣布加息了75个基点，跟随美联储的步伐，但在另一方面，欧洲今年剩余时间和整个2023年的经济增长预期都被大幅下调。欧洲央行打算继续全额再投资购债计划，还有紧急抗疫购债计划，至少持续到2024年末。那么简单来讲，欧洲的央行到底在干什么呢？他们其实是在汇率和国债层面，为了维持欧元对美元的利差，避免欧元过快的贬值，不让过多的欧元外流，所以不得已他必须跟美联储是暴力加息75个基点。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他又不能去过度收紧流动性，为了避免金融系统还有经济衰退的这个风险，所以呢，他必须得继续购债，把抽走的这个流动性，他要全额又要返回到金融体系内部，要保持这个流动性的充裕，一直要持续到2024年。这个和美联储推进的缩表是不一致的，相当于欧洲央行是一边抽水一边补水，让这个水别流失的那么的快。看到这儿呢，就让我想起了我这个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做了一道这个数学题，就是说这个游泳池是100个立方，一根放水管每小时放水15个立方，一根进水管每小时进水这个20个立方。请问那么充满水需要多长时间？当时我就想这道题它比那个把鸡和兔子关一个笼子里边然后蒙住它们的头，告诉你一共有几条腿，然后让你去算一算有多少只鸡和多少只兔子比那个题还不可理喻。水费这么贵，水资源这么宝贵，你为什么要一边放水一边进水呢？这不是有病吗？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过来，原来那个时候它不是一道数学题，它是一道金融题原来呢是把我们都当成这个央行行长在培养的所以现在不得不跟小时候的这个数学老师是道个歉是我开悟太晚了让你失望了。好，继续咱们说一下今天的这个数据今天的这个数据还有一个公布的呢，是美国的9月的这个初请失业。这个初请失业呢是 22.2 万，低于预期的24万，还有前值的 23.2 万。这个数值现在已经降到了3个月的低点。那么其实我们知道从今年3月份以来，美联储已经多次暴力加息，现在累积加息已经到达了225个基点。它是希望通过抑制需求来抑制高通胀，但是这个就业市场是完全不惧加息，依旧表现非常的强劲，而且空缺职位这边也是保持高位，每2个空缺职位就在争夺1个失业者所以呢，现在是这个失业者挑公司了不是公司挑这个就业的这个失业者了所以这个市场还是非常紧俏的。所以这里边咱们就引申出来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失业率
它没有快速升高，而且通胀出现了显著的下降，那么美联储的软着陆其实希望就是打增的。其实最近的一个数据就是下个星期的 CPI，由于这个7月份呢，美国的 CPI 是从 9.1% 下降到了 8.5%， 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 Morgan Stanley 认为美国8月份的 CPI 可能会降到 8% 以下，同时预计核心的 CPI 大概会到 6.1%， 会见顶。我们这里假设一下，如果 Morgan Stanley 的预测是正确的，那么 CPI 的数据出炉之后，对于股市来讲或许是一个好消息。不过这个话要分两头说，好不好消息要取决于股市在周二前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如果下周二 CPI 出炉之前，市场已经开始大幅的向上反弹，提前炒作了这个预期，到达在昨天咱们讲过的股市反弹的2个关键的这个位置，那么真正的数据性的 CPI 通胀下降这个利好消息出来之后，反倒是会变成一个卖事实的利空交易。所以呢，在未来的2个交易日，周五还有下周一，市场会不会继续反弹，向上面的2个目标进发？我认为这个机会还是有的而且呢，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好，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为什么会这么去说，它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咱们反过头来想一想，现在如果市场要下跌，在短期我指的是短期下跌，有没有什么推动性有没有什么利空消息能够让市场能够情绪来一波往下跳水一波？我们看一看有没有我一个个说，一共有7点，他们是不是都是利空已经出尽了？首先，在过去的2天，咱们很明显的看到一点，就是对于9月加息75个基点的压注，它在缓慢的提升，截止到今天已经是占据了绝大多数，代表着市场其实已经计价了75个基点，就当美联储已经加了75个基点了，它就算9月份再出其实也无所谓，股市是已经消化了75个基点的短期风险。第二件事就是能源价格在整个的8月份，咱们看一下布油，整个的8月份的这个走势一直是呈下跌走势的，所以原油对于通胀压力它一定是一个减分的所以通胀在原油这一端一定是会减少的，所以8月 CPI 预期下降是一个非常大概率的事件，市场其实也都心知肚明，所以8月份 CPI 大幅攀升的概率是比较低的。但是如果剔除掉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有可能并不低，甚至有可能会略有提升，因为根据最近的这个经济数据通胀是已经蔓延到了服务业，这一点市场在过去几周的数据里边也看到了，所以它也不是什么黑天鹅所以呢，即便核心 CPI 出现了攀升，只要这个值是相对合理的那么市场其实也可以接受因为这个需要一点时间，但是 CPI 下降是大家现在普遍的一个预期。好，那么第3点呢，欧洲央行、加拿大央行都已经是激进加息跟随了，昨天加拿大，今天欧洲央行。其实我们看到美股市场的反应大不大呢？大家看大不大？其实并不大，并没有做出太大的一个反应，所以这个算是也对市场造成不了太多的一个影响。好，我们再看第5点就是回到这个资金的压注上，咱们不妨看一下 VIX， 我们看一下这个波动率水平VIX 这边实际上已经是再次的下跌，回到了200均的下方，之前在上面盘了一段时间吧，然后现在又开始下跌，代表什么？代表着市场并没有在现在这个位置过分的看跌。好，这是我们说的第5点。那么第6点呢，就是各大指数的期权在过去的几天，那么其实空头的压注，就是这个 put 和 call 的这个空多的未平仓期权的比例并没有上升，而是维持在一个中间的水平，就是和过去几天就是一个很稳定的状态没有什么大幅的一个加仓，所以这个从期权市场也能看到没有去加注压空。那么第7就是技术面之前讲过的这个3890，实际上已经走过一次了，已经回落至最强的近期短期的
技术面支撑附近，目前是已经开始在反弹了，而且各项的技术指标也支持继续反弹，所以在不跌破这个3890之前，它不会带来更大的卖压啊，就是卖盘的人、卖股票的人在这个位置卖会比较的少，所以卖压不大，反倒是只有涨上去啊，才会有卖盘不断的涌出来。好，所以呢，综合几项分析，无论你是从基本面还是技术面或是资金面，在下个星期二之前，如果市场要破位下杀，其实我实在是想不出有什么样的动能和推动力和任何的理由会去推动这个事情的发生啊，就是指的是在 CPI 出来之前，反倒是利用现在2天的空档期往上去反弹，这个阻力啊会更小一些，反弹上去再卖也符合各方的利益。你比如说做空的啊，做空的你要么只有2种做法，要么就是这个地方破位之后你追空下杀，因为破位之后你才能看更多的空间嘛，对不对？你是第一种做法。要么就是反弹上去，你在压力位去做空，你才有做到这儿的空间，你上去止损，你的止损的盈亏比才会更小。所以做空的他在这个地方他也很难直接去开空。那么这个地方做多的，在过去的2天做多的、抄底做波段的，昨天和今天买入的，市场看到昨天和今天都是有小增量上行的，很明显是有买盘在买的。这些地方今天买完你卖吗？那肯定很多人也不卖，只有反弹上去做波段的才有机会，才有利润，他才会去卖，所以这个地方它的卖压也不是那么的大。你再者说啊，说这个机构做程序的，某一些做这个量化套利的，你市场要摆动起来它才有空间，你横在这儿它是最不喜欢的嘛，它没有波动它就没有钱赚啊。所以呢，在未来的几天啊，我认为标普这边最差的表现就是下跌 2% 以内。这个下跌 2% 以内是怎么得出来的呢？就是从今天的低点大家可以看一下，到下方大概这个地方啊，3890、3900，大概就是 2% 左右吧，不会超过 3%、2.5% 以内，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跌幅，这是最差的走势了。那么第二差的走势是什么？就是横在这个地方不动，就在这个地方完全不动，每天波动0点几，2天都波动0点几不动，一直是等这个 CPI 的数据。所以呢，未来的2天肯定是不需要担心大跌的，反倒是你要担心什么？要担心一旦反弹上去了，你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准备？反弹上去你要做什么准备啊？从我个人来讲，因为我之前啊在这轮上涨，在这些区域，其实我已经是做了一个部分股票的这个逃顶啊，已经是卖过股票了。现在一直是等着买入加仓啊，就是下跌之后去买入加仓的机会，等了这么久，好辛苦，也只等到了一个 FTX 昨天加了一点点，其他的呢还没加上。所以呢，我现在基本上它如果在未来2天又往上走又反弹了，那其实我是在正股上没有什么太多机会的啊，我就是一个纯粹的看戏的。但这里呢，我要提醒一下，如果你之前这一轮下来你没有减仓的，他如果再给你一次往上的机会，这个地方还有上方的这个地方啊，都之前跟大家讲过的，你要想一想，你之前错过了落袋的机会，这次如果反弹上去了，大家是不是要考虑再次的去落袋啊？好刚才其实讲到那个7点的时候，好像中间漏了一点啊，就是关于企业盈利的预期的事儿。因为这个企业盈利的预期这个事实啊，就是3季度盈利预期不佳，它实际上是随着2季度财报的这个披露，已经是消化了至少是半个月了。所以更差的事实要等3季度财报再出来，那个还挺远的啊，并不是现在的事儿。所以呢，7点理由我看不到在目前未来2天市场有大幅下杀的一个动能存在。反弹上去，如果借着这个 CPI 包括数据一系列的利好推动它上行，一直把它推到在9月的议息会议出来之前，有这样的冲高机会呢，还是不错的，上去以后再减的机会啊。之前有一些没减掉的，如果这一次像什么微软呢这种，如果真的是还能给一个不错的大反弹到上方，考虑再去还去做一做，因为这一轮它是没有减掉的，略微有点可惜啊。好，这个呢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关于一个短期市场的一个看法吧。因为整个的市场波动比较的缓慢，并没有太多的一些很激烈的走势，所以呢，也就是和大家简单的聊一聊啊，时间比较短，大家听起来可能也没有那么的累啊。
好，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希望呢市场能够组织起一波非常不错的反弹来啊，咱们看看未来2天能不能够如大家所愿。好，那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